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最近美国媒体对 F-16做了一个很高度的评价，而且这款中型战机呢，目前还有订货，不仅仅是有海外的订购，也有美国空军的采购。美国空军对 F-35这款隐身战机并不是很满意，成本高，维护费用呢也很惊人，而且它的综合作战能力呢，并不是那么显著。有人说呢，它的机动性还不如美国的第3代战斗机 F-16。可以这么讲吧 ，F-35从某个角度讲它是一个比较失败的设计，并不能得到美国空军、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青睐，只不过是勉为其难，搞了这么多年了，不得不装备一批。而 F-16是第3代战斗机。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电传操纵系统的战斗机，最早采用气泡式座舱、后倾式座椅、综合航电系统以及翼身融合体这么一个先进战机平台。由于它的机动性好，载弹量比较大，使用经度灵活，受到了很多国家的青睐和欢迎。它的产量比较大，美国空军大量装备。很多第三世界国家，甚至是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空军都采购了这款产品。比如说，以色列是世界上最早引进 F-16战机的国家。那么，以色列空军所装备的 F-16，可以说在历次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中打的都是非常漂亮的，等于为美国的产品做了广告。因此，到目前为止 ，F-16已经生产了几千架。现在在美军中呢，还有1000多架在服役。随着 F-35隐身战机遭到很多人的诟病，目前它的全数生产呢，其实已经在推迟。美国军方甚至提出来呢，要重新生产 F-16和 F-15。那么这里呢，有几方面的考虑，一个是成本的考虑，第3代的 F-15、F-16肯定是比 F-35要便宜。第二，作战能力的考量，因为 F-35战斗机要想隐身，必须把弹药放在弹舱里。那么它一次出动只能带4枚导弹，如果都是空导弹，那么对地攻击的能力就丧失。如果既有空导弹又有空地导弹，那么无论是自卫空战还是对地攻击能力都很弱，必须要有先进的第3代战斗机的改进型为它搭配。显然，美军现在决定重新生产 F-16战斗机，并且装备这款机型，那么就是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综合权衡之后做出的决定。那么，如果美军的 F-16战斗机重新生产装备，那么它服役周期会到什么时候呢？一般来讲 ，F-16战机它的使用寿命大概在40年。按照现在的订单，最后一架 F-16战机的生产大概是要到2026年，2026年再加上40年，就2066年了。何况这是现在的订单，美军要是追加订单，它会继续生产到2030年以后。如果再有其他国家还要买 F-16的话呢，这个生产还会延期。那么到了2030年以后还在生产的 F-16，按照它的寿命来讲，它就成了百岁飞机了。因为 F-16什么时候出现的呢？上世纪70年代。那么到本世纪70年代，恐怕在天上还能看到 F-16战斗机的身影，那不就是百岁飞机了吗？那目前世界上只有一种机型，它的寿命接近百岁，当然不是讲单架飞机的寿命，而是整它型号的寿命，那就是 B-52。B-52是上个世纪50年代试飞和装备部队的，按照美军的计划，它一直要服役到2040年，甚至更晚几年。基本上呢就是一个百岁飞机了。还有另外一个机型，那就是美国的 C-130战术运输机。这款战术运输机也是上个世纪50年代生产的，到现在还在以较低的速度进行生产。它也可能会成为百岁飞机，但是战斗机中能有这么长的寿命的，恐怕目前还找不出第二款。唯一能够跟它匹敌的是前苏联研制的米格21，但是米格21呢，最近这些年淘汰率比较高，它是否能够最多熬到100岁，
还不好说。但是从美国这个计划来讲，应该说 F-16达到100岁可能性极大。即使是美军全部退役了，其他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还会买它，还会用它，因为这款飞机综合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尤其是拿它和下一代的隐身战机搭配使用，能够获得更好的军事经济效益，这才是最终 F-16战斗机能够延寿到100岁的根本原因。那么，作为一个大国空军，美国既装备了 F-22隐身战斗机，也装备了 F-35隐身战斗机。那么第4代之后是否就进入了隐身时代呢？从美国的这个决策我们看出来，并非如此，因为第4代战斗机有它难以逃避的缺陷，那就是载弹量太少，一次出击攻击效率比较低，必须要有更多的3代机与它搭配使用，才有可能满足某些战场上的需要。特别是在夺取了制空权之后，隐身战机基本上的需要就不是那么明显了。很多作战任务都可以由3代机来承担，而3代机的造价和使用成本远远低于4代机，因此可以预测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3代机和4代机并存，共同组成高低搭配的战友关系，应该说是可以预期的。这个前景对我军也是有参考价值的。那么，美国的 F-16能够活到100岁，那么其他国家的第3代战斗机是否也能这么高寿呢？我们不妨拭目以待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